知道你这是被小人构陷。是呀，这人挺好的，你就是他的制作人吧？小春，牡丹，怎么伤成这样？你没事的，这不好好出来了吗？不许哭啊！这是郎君亲自找傅医师要的伤药，嘱咐二位尽快敷上。我端了补气的汤，姐姐和小春要好好休养。谢谢六郎，我们一会儿就喝。去吧。春儿，父亲，为父错怪你了。在你受难之时，我就不如外人信你。为父给你道歉。通过此事，我也知晓你的医术的确精湛，何店主也是真心待你。你真的长大了，看人的眼光比为父好。是我做的不好，明明不喜欢女工，还装作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从没让您了解过真实的我。今日洗刷冤屈，理当庆贺。不说这些了，为父也不知送你什么好，只记得你说过喜欢此物。往后，你想行医就去行医吧，平安就好。父亲，这风，哟，这风。这出狱的是小夫人，又不是郎君，您着急沐浴更衣做什么？都说经牢狱之灾，得沐浴焚香以除邪祟。牡丹房中苍竹珠香一点，定是芬芳缭绕。我去见他，自然得洁净自身，方才吉利嘛。蒋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花不会是从牡丹院子里摘的吧？蒋郎放心，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。如今，我哪敢招惹姐姐半分啊？那就好。凡事啊，讲究先来后到。这汤匙你先用，我先走了。连州整个人都是蒋郎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自我嫁进来，蒋郎从不来我房中过夜。咱俩都多久没见面了？今日上天眷顾，让我遇着蒋郎，就让连州好好的服侍您吧。连州，我同你说句实话吧，自从有了牡丹，我对旁的女子实在提不起兴致来。我知道，这段时日啊，委屈了你。一会儿你去开库房的门，里面喜欢什么呀，你随便挑，好吗？果然是大王义女，真是善解人意。走了。你怎么端了个火盆上来？你不怕火了？是川渝端过来的，说是能驱邪避秽，还能烘干头发。
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全身上下就嘴最硬。这样可有舒服些？嗯。平日啊，你是管着几家店的核店主，是担当一切的姐姐，也就只有在自己家中，在寂寂夜里，才能有片刻松饭。行了行了，我们本是演戏。可如今怎么演得这般真切了？若是让天上的月老看到，会错了意，把你日后的姻缘红线全剪了，你可莫要怪我。我本就无心情爱，用不着月老。若他当真给我乱缠了谁，我定亲手将那红线剪断。别瞪了，缠成死结了。剪了吧。乖，啊，牡丹，哎，张嘴，牡丹，废物，长得再像，终究不是何威风养的。郎君做了这么多，人心肉长怎能不动摇？可他已是花鸟使的人了，郎君何苦这般折磨自己？花鸟使，说的没错呀，花鸟使。只有扳倒了蒋承阳，当何威风无枝可依时，他才敢相信，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能帮他实现夙愿。就是不是这个意思。县主对郎君情深意重，郎君不……郎君，郎君，出事了。码头出现生面孔，出现过3次，属下已经派人去跟了，暂时没发现他的落脚处。那就盯紧他，查出他背后之人，别让他误了咱们的事儿。是。小夫人，您胳膊上的伤还没好，要不我来？不用不用，千万不用，我可以的，忙你的啊。这招财抱着花是去哪儿了？回小夫人是送去连州夫人房里的。这连州现在对花草感兴趣了。
牡丹夫人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连州妹妹送驱虫药的。见过小夫人。可不能这样移栽呀！来，牡丹盛放的时候啊，不可移栽。招财之前没有养过花吧？若像你这样强行把它挖出来，就算这花能撑过今年春日，明年也开不出花了。姐姐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这看着你养了凝烟子，便想着此花娇气，易招小虫，给你带了一瓶驱虫的药水来。多谢。妹妹既然寄情于花草，何必劳动府中小厮呢？招财又不懂养花，为何不来找我？我本想养着玩儿，可不知其中有这么多门道。日后我还是作画弹琴吧，就不劳烦姐姐了。两位夫人叙话，招财先行退下了。去吧。困守内宅，恐怕只会误了自己的年华。我之前同你讲的，你可想明白了？要不要走出去，试试不一样的日子？你口中的日子，不是谁都能有幸过上的。我方才见着桌上的包裹，妹妹这是要出门啊？我想去开元寺小住2日，诵经祈福。开元寺，禅修清苦，怎么突然要去那里？我想和神仙去求一求我与蒋郎的缘分。姐姐大度，不会不让我去吧？自然不会。那点花土，一看就是采薇高声提醒后即刻产的。连州在和招财说什么，还要亲信守在门口。招财是蒋府的小厮，连州这么轻易就能收买吗？招财，郎君饶命！你平日里也不是折磨下人的主子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你是跟这小厮有仇吗？你猜？蒋长阳在府中做戏，不单是想将纨绔的恶名传出去，只怕他身边一直都有旁人的眼睛。蒋长阳这几日不在长安，若招财真的是宁王的人，这连州突然离府，不会是要做什么对蒋长阳不利的事吧？我要去开元寺给母亲上香祈福，正好一起了。我跟牡丹是姐妹，我陪她一起。夫人，合适的厢房已经熄灯了。
频频私用皇家玉品，乃杀头重罪。夫人一定要卖吗？夫人的绣工可真好，这华莲霓裳裙虽然旧了，却不减其美，上面的莲花像真的一般。当年我父亲开的绣庄，可是江南最大的一家，见我手绣出的衣裙不计其数，可如今能找到的、买到的，便只有这一件了。我从小便有一个心愿，有朝一日能穿上这样美的衣裙，哪怕是在黑暗无光的夜里，我只穿给自己看。可父母告诫我，商人不配做贵人服侍，直到父亲被贪官迫害，一夕间家破人亡，我都从未穿过如此华丽的衣裙。夫人能走到今日，当真不易。商人卑贱，无论生意做得多大，当官的一句话必会让一切灰飞烟灭。只有攀附皇亲贵胄，才能以富贵我重，珠翠罗衣，拥抱平安。原来连州也是商户出身啊！你和他都经历了不少的磨难，却活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样子。我们被家人呵护长大，可是他呢，家破人亡，一路以来的艰辛和苦楚，未必是我们可以懂的。想必连州在年少绝望时，并没有人给他选择的机会，让他可以用绣工为自己谋一条生路。贵人给了他一座锦绣牢笼，让他丰衣足食，高枕无忧。他自然以为，只有攀龙附凤，才能拥有安稳的人生。这么看来，可恨之人，确实都有可怜之处。这贵人穿旧了不用的衣裳，寻常百姓买了也是罪过。想必这些年，连州谨小慎微的算计度日也是怕了。就如同圣意，想要重新开始，又谈何容易？等他住得久一些，和我们越来越熟了，说不定慢慢就改变了。希望如此吧。今日之事，我们全当没有看到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知晓。明白。将军，随之，不必多礼。这一礼是圣人让我代他所行，敬大将军忠心持胆，谢您这些年镇守河东。于某惶恐，请圣人放心，范阳节度使与宁王再交好，想过黄河，也要问问我们河东军允与不允。有将军在，圣人自然放心。这些年，圣人可好？
只要山河无恙，圣人便一切皆安。来，将军请起。待时机成熟，圣人会传信河东，到时候请大将军携旨而来，助圣人定100年基业。计划如何？请随之详说。前日那事，何事没有起疑吧？已经应付了过去，他没再问起。户部尚书病逝，位子空悬，正需要你吹一吹枕边风，让花鸟使助大王的人得此官位。蒋承阳爱重何氏，不肯给我机会，这风如何吹？若何氏死了，你何愁没有机会？怎么，姐姐叫的久了，还真当她是一家人了？宁王府不养废物，更不允许任何人背叛。连州能有今日，都靠大王庇护提拔，绝不敢忘恩。蒋承阳在乎何事？他若暴毙，必会彻查。若查到你，你可能自保；若查到我身上，又该如何同大王交代？只要何为方失了仇，便不会再碍我们的事儿。哼，你若真的过他，又怎会有今日之困？之前我不明白，蒋承阳到底喜欢他什么。如今我看清了，何氏口齿伶俐，一张嘴便能哄得郎君欢心，而这张嘴用在经商上，亦能为郎君赚得金玉满堂。你是想毒哑他，绝了他的立身之本？待蒋郎恢复指挥得知，何氏自己染了病失了声，郎君伤心之时，妾自然要去安慰。连州定不负大王厚望。牡丹劝我的话，我都听进去了。我想同你学做生意。当真是这样想的？开元寺之行，我求了签，签文说我与蒋郎无缘。如今我也死心了，日后还请牡丹庇护，让我多些钱帛傍身，不至于老了孤苦无依。妹妹，快起来！若你真的能够放下过往，那日后不必再担惊受怕，日子也会越过越好。如今你来了方圆，众人与我便是你的家人了。这对花盏是我送牡丹的拜师礼，还请牡丹不吝赐教。好，正好今日啊，我要试试新酒。连州颇有见识，一同尝尝吧。好啊，美酒配好盏，何不拿这个一试？这牡丹盏真是精美。来，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来，这盏上的花真好看，咱们方圆什么时候才买的？这是我送牡丹的，大福也用它来试试新酒吧。
来来来，今日啊，大家都尝尝，这是锦娘娘的新酒，看看味道如何。来，连州。味道不错。如何？都下去吧。是。夫人，方圆开了门，灯火大亮，吕跟春已经赶过去了，想必何事已经毒发。夫人放心吧。牡丹姐姐，这昨日还好好的，今日怎么？昨夜姐姐突然喉咙刺痛，气喘艰难，自时起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小春医师，牡丹到底得了什么病？我刺了针，试了药，全都无济于事，查不出是何疾症。待蒋郎回来，定会请副圣手来为牡丹诊治，一定会好的。这喉痛，可要多喝些清热的。牡丹，方才紧张牡丹一时失了手，快将这些都丢了去，莫让牡丹看了心烦。是。该回的都回了，你去吧。平淡，平淡。蒋郎，姐姐病了，如今人在方圆，蒋郎可要去看看。哦，是吗？连州妹妹，姐姐回府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，身子如何了？若有不适，莫要强撑了。身子，我身子一直很好啊，从来没有病过。妹妹这么匆匆赶来，是想与我喝盏茶吗？你是不是想问，我为何会安然无恙地站在你面前？而这碎了的牡丹盏，又为何可以完好无损地
出现在这里呢？连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请牡丹教我经商。自从撞见你跟招财密谋，我从来没有放下过疑心，一直派人跟着你，没想到竟被我查出了你们制作阴毒，想置我于死地。染鼻内荼毒，很精细的手段。可惜，在此之前，我早已买下了一对一模一样的牡丹盏。你砸碎的那个是无毒的，而真正有毒的是我手中的这只。我从未做过这些。蒋郎是何时哄着我说要教我经商，我这才买了对花盏送他，想与他亲近。这花盏不是什么稀罕物，有钱都能在此坊买到，那如何能做得了正？还有那招财，我不过是让他帮我搬过几次花，什么下毒的我没有。是吗？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张方氏还有招财的供词，他们早已在衙门认罪画押了。药到病除，主家很满意。这是剩下的钱帛，日后。老实点儿！别动！这毒这气，皆是从方氏家搜出来的。以前张大师只是坑蒙拐骗，怎么如今连制毒害人性命的活都敢接了？店主饶命，县令饶命，小的知罪了，我知罪了，知罪了。还有你，来蒋府这么多年，竟然无人发现你会功夫，藏得这么深。怎么，是想暗中杀害郎君吗？毒杀良妾未果，或许罪不至死。但敢问县令，若是以奴杀主，戕害官员，该如何判呢？奴婢谋杀主者，斩。小人虽会武艺，但绝无害主之心。是连州派小人来的，连州他想害死您，小的也不愿做这伤天害理之事，都是连州逼我的。夫人饶命！县令，这连州是大王送给蒋勋的，若是交给您处置，怕您也是为难。此事涉及蒋府内宅，等郎君回来以后，我自会说与他知，就不劳烦县令您了。多谢牡丹夫人不计前嫌，体恤下官。夫人如此深明大义，花鸟使真是好福气啊！过奖了。至于这两个人，手段阴险，证据确凿，还望县令一律处置。连州，我待你这般好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你实在是让我太寒心了。夫君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今日，你能因为我宠爱旁人，便对牡丹下毒？来日若怨上了我，又当如何？夫君万万不可！连州是大王送来的，看在大王的面子上，你也不可伤他。你们都下去吧。
我查验了招财所买的阴毒，药量之大，足以取人性命。但是斩壁内的毒量是精心算过的，只会致哑，不会取人性命，所以也没有想害死我。夫君，说到底这些都是后宅之事，我有几句话想同连州说，还请你让我自行处置。好，便依你。起来吧。你入了府以后，没有得到过夫君一分怜惜。你觉得自己白白误了年华，所以你恨我。我不怪你，我不怪你，是因为你良心未泯。但你终究是做错了事情，所以我无法继续容你在蒋府了。我明白，无论你如何处置，我都没有怨言。我之前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从未想与你争，更不想与你相残。我之前说的，自在的日子，或许你以前没得选，但是今日，我想给你一个选择。牡丹何意？要么明日，你被郎君退回宁王府，也许你还会被送给哪个王亲贵族。虽说是衣食无忧，但是8成还是会被卷进无尽的内宅争斗当中，无法心安。要么连州死在今日，从此以后，你更名换姓，远走高飞。我会助你去一处山清水秀之地，到那里，你可以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，不再是任何人的附庸。或许到了那里，你会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郎君，安稳、畅快地度过余生。男女之情，强求不得，我也不想耽误了你。牡丹既让你选择，你但选无妨。牡丹的恩德，我永志不忘。可大王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能为大王笼络住蒋郎的心，是我无能。我不怨任何人，还请蒋郎将我送回王府吧。自家小厮牡丹已送官处置。这连州啊，乃大王义女，我不好擅自做主。想来想去，还是将她送还大王。这连州也是急于博得你的欢心，一时糊涂。随之不会怪本王教导无方吧？自然不会，大王莫要多心。若不是弄得人尽皆知，连州不好再留在府中，我也不会来叨扰您。哎，何谈叨扰？随之当常来府上坐坐才是。连州之事呢，的确是本王选错了人。这样，改日，本王再为随之选一名美妾送到府上，天天喜气。
我这身子啊，是大不如前。若不是力不从心冷落了连州，想来他也不会如此。大王的美意，我唯有心领了。也罢，随你的心意便是。哦，对了，户部尚书之位一直空悬，朝中重臣各有举荐，吵得圣人头疼不已。近日可好些了？这么重要的位置啊，空一日，圣人这头便疼一日，哪里好得了？汝州刺史郑寿德，随之以为如何？郑公任上这几年，上缴赋税丰厚，京中诸多官员啊，对他赞不绝口。可见此人行事练达，能察上意，能体下情。是啊，但可惜长安城路遥，含元殿阶高，受得一腔报国之心，却难得圣人轻言呐。汝州多奇时，何愁得不到天子一国？不过，未免明珠蒙尘。这送入宫中的宝物啊，得仔细择选，合了圣人的心意，最重要。受得所献之物，晚些便会送到府上，到时候还有劳随之精心为他挑选一二。下官不才，愿为圣人和大王分忧。江府终于清静了，多谢。哎，我一下为你铲除了2个眼中钉，你就一句谢，这理也太轻了吧？那就再多加10坛好酒，如何？你知道外人是怎么说我的吗？说我跟连州争风吃醋，我技高一筹斗倒了他。可他们不敢当我面说的是，我善妒、狡诈、气量狭小。我为蒋军担了如此恶名，你就送我10坛好酒啊？连州入府多时，因此事送走，合乎情理。你查证、布局、告官，所做这些，皆在我不在长安之时。由你出面，拔出招财，让官府治罪，宁王便不会起疑。这一次，真的是有劳小花店主筹谋周全，替我解忧了。我只是开个玩笑，怎么还认真起来了？咱们什么关系啊？我自然要肝胆相照了。再给我加10坛桂花许就行了。好。连州此次突然发难，定是宁王施压了。幸而你提前发觉，如果因为我而中毒，实在是……行啦，我这么聪慧，哪有如果啊？你不要杞人忧天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小花店主啊，狡猾如狐，哪里有陷阱躲不过呀？我听说刘畅借户部之职，千推万阻你的一应收支，暗中打压你的私产店铺。他如此针对你，是不是因为川渝这个碎嘴，真是什么都通大夫讲。他那些举动呀，也算不上打压，就是恶心人罢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不如我们约定个暗号，若再遇意外，亦或是发觉宁王有什么异动，一时间寻不到我，便可以此留心，我的人自会看到。好啊，鬼祟之事你最擅长了，听你的。
他平日里只办盛驾，负责宴享，怎么突然得了兴庆宫才买的废差了？小夫人可知道河西节度使萧将军？我只知道萧将军跟宁王交往甚近，在众多节度使中颇有声望。萧家长女前几日来了长安，萧娘子极合长公主眼缘，长公主便许她在这别院小住。萧娘子同郎君一同长大，她说郎君最知道她的习惯好恶，长公主便把这差事交给了郎君。长公主喜欢萧娘子，不把她留在身边，却安排她在这个地方住。她是想撮合蒋朝阳跟她？没有，萧娘子啊是受宁王之邀入京，宁王看重萧家，要给她做媒择婿，以拉拢和萧将军的关系。人选早已定了，是上府折冲都尉裴忠。刚安排完自家女儿，又开始安排别人家的了。哼，勋贵人家婚嫁向来身不由己，哪像我们家郎君这么自由啊？淑妃，娘子，原来你就是牡丹。难道你是萧娘子？你们之前见过。萧娘子救过我一命，她是我的救命恩人。你们当真有缘，看来随之又欠你一个人情。萧娘子救的是我，这人情自然也是我欠的。救人性命之事，也是我积攒福报，不存在欠不欠之说。之前说要送娘子一抹颜色，如今兜兜转转，娘子这花宴还是我来预备，倒是殊途同归了。娘子，你去年就来长安了，怎么一直未曾露面呢？去年进京是因祖母病重，我带她来找傅御医诊治。雪溪与祖母感情甚笃，那时日日在榻前照料，自然无心交际。如今祖母可大好了，家中亲眷都挂念她，她病一好，我们便启程归家了。来去匆忙，都未能去你与随之的婚宴上好占酒池。我那里啊，我那儿最不缺好酒了。娘子何时想吃想喝，随时来房园。我陪你一同赏花品酒。好呀，你既然是随之的人，自然与我不必见外。日后就叫我雪溪吧。好，雪溪。贵人们对何夫人的话赞不绝口，淑妃也甚为欢喜，所以特命老奴送您出宫。有劳了，请。雪溪可真美啊！是啊，哪儿及这花美？这花真好，还是个未出阁的小娘子呢。看着雪溪，我都开怀了些许。去玩一下。多谢郎君相救。娘子没伤到表。娘子，县主，雪溪第一次在长安设宴，裴都尉怎么来迟了？原来是萧娘子，失礼了。方才在来的路上，马车不小心撞到了一位贪玩的孩童，我将他送去医馆，确认无碍后才敢离开，怠慢了萧娘子，还请见谅。宴席哪有孩童的性命重要？
裴都尉所行无错，不必道歉。哪里来迟了？我看裴都尉来的刚刚好，不然谁来接住雪溪？长公主有意撮合蒋长阳和萧雪溪，他们青梅竹马，感情甚笃。就算裴都尉有父王的宝剑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朝夕相处，未必就比得上一眼万年。我信一元天定，也请大王信我。听家素俗属，江树起初凉。水一通之事，周四犯先皇。天皇书漫漫，日暮独悠哉。你有着闲情雅致，你倒是自己来划呀。大福说你整日在殿中，不是算账就是种花。肩胛酸痛，我这是为你好。你到底为何带我来此处？还特意不让大福跟川渝跟着？我同你出游，需要理由吗？蒋长阳不需要，可是花鸟使向来都没有安什么好心。哎，那不是雪溪吗？哦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今日前来是为了雪溪啊！也难怪，裴都尉初次见雪溪便英雄救美，此番佳话传遍了整个长安城。坐不住了。不是花鸟使携爱妾泛舟，偶遇裴萧二人吗？这嘴可真是够硬的，在乎就在乎呗，这里没有外人。嗨，我们儿时啊，在江南做了几年的邻居。我母亲喜欢女儿，便将雪溪啊当女儿一样爱护。我呢，也只是视她为亲妹。啊，好好好，反正你们也是坦坦荡荡的兄妹之情，那更无碍了。我现在就送你去酒坊啊。裴忠是宁王选的人。我若主动前往打扰，旁人岂不误会我在驳宁王的面子？花鸟使被误会的地方还算少吗？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，拿出你该有的胆色来。走。都说了没有儿女私情，你非让我跳江以振臣心吗？倒也不必吧。你跟我正什么诚心啊？不过确实好奇怪啊！现在余晖满江，正是看美景的时候。这怎么倒是把美景给遮住了呢？除非他们不是来赏景的。你干嘛？此刻让酒坊的人救我们上去，便不是主动前往了。多亏你们及时相救，没让我与爱妾落水受寒。拿着，端你们这最好的酒来。谢郎君赏，小的这就去。哎，等等，夫君，你不是说这里有一位秋娘，琵琶弹得一绝吗？如此美景，不如把她唤来，为你我助助兴。好啊。秋娘正在为别的客人抚琴。谁敢同我抢人？
你去同他说，今日酒钱我替他出了。是折冲府的裴都尉，他特意吩咐乐上之前，不让我们进去打扰。哦，是裴兄啊，那无妨，我亲自去找他，他自然会将秋娘让给我的。带路。我为萧娘子再斟上一杯。我身子有些不适，还请裴都尉叫我侍女进来，是我先行告退了。这清音未绝，景色待赏，雪溪何不再多留片刻？你给我下了药。来人，阿慧，旁人看你我这般纵然无事，你也不得不嫁给我。你我缘分天定，又有宁王作保，何苦闹出丑事让萧家蒙羞？你说呢？裴兄，此曲正行至悠扬处，怎么停了？随之兄怎么来了？我与爱妾泛舟，险些落水，幸得这酒坊的小厮相救，想着来此饮上一杯，借你房中的秋娘为我弹奏一曲。啊，哟，何时打扰了裴兄啊？你不是跟我说，这酒坊里面只有清官吗？你又哄我。是裴兄自己带的美人吧？我倒要看看是哪家的娘子。哎，随之兄。夫君，莫要进来。雪溪，裴兄好大的胆子啊！她可是萧氏女，你们本就在相看，为何要用这种手段？长公主想将她许给谁，你我心知肚明。公平竞争，各凭本事。我与大王亲若一家，如今又有爱妾相伴，我为何要坏你的好事？既如此，带你的人离开。大王看中之人果然不凡啊，都被撞破了，仍能云淡风轻的继续办事。成大事者不计小节。以萧雪溪的心性，醒来若发现尸身于你，绝不会下嫁。若你想着大闹，以萧家颜面逼他就范，他要么削发修行，要么以死明志。若萧家真的痛失爱女，那到时候，大王为了平息萧家的怒火，会舍弃谁呢？花鸟使。看这颜色，迷药应当是散了。今日若不是你们意外来此，恐怕我此生就毁了。雪溪，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怎能因为被禽兽抓了一把，就要赔上自己的一生呢？你记住，任何东西都没有你的性命重要。可
可今日并非我一人之事。裴仲想以我拿捏住整个萧家，若萧家被这样的小人缠上，恐怕后患无穷。我当替萧家谢谢你们。不行，若母亲在世啊，看你这般见外，可是要打你手心了。裴仲没有得逞，便不会将此事传扬出去。这一关当是过了。我已查清，花雁秋千崩断，亦是裴仲派人所为。此人心机深沉，日后对他多多当心。雪溪，为何不将此事告诉长公主，让她为你做主呢？我若不答应这门亲事，萧家定要毁绝大王。若裴仲再因为我被治了罪，便会得罪宁王。身为萧家女儿，我不得不为家做妻。裴仲善于伪装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裴仲表面看着温和从容，完全没有武将的戾气，但私底下却最喜欢凌虐女子。他府中的侍妾1个月便换上一轮，经他手玩弄而死的女子不计其数。裴仲这等禽兽，简直不配为人。我本不想插手此事，惹宁王起疑，但我也不能看着雪溪白白丢了性命。我明白，你不能直接提醒雪溪，是因为这裴仲在众人面前毫无瑕疵，而你身为花鸟使，本不该知晓这朝臣秘辛。你放心吧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日后有任何用得上的地方，我都配合你。只要你这个花鸟使日后的宵夜管够。走吧。蒋长阳。我以为，每当我觉得我足够了解你的时候，就会发现你心中藏着更多的秘密。累吗？与看到秘密，却不问秘密为何的人朝夕相伴，怎么会累呢？朝中老臣又在上书。恳请圣人立淑妃之子为太子。老王天资聪颖，甚得圣人喜爱。淑妃乃将门之女，于旧臣间有极高的声望，确实是压制大王的不二之选啊。你可有应对之策呀？立太子是早晚的事。既然圣人喜欢老王，立了便是。太子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养在谁身边。只要这老王成了惠妃的儿子，那这太子便是大王的太子。何愁生变啊？果然尽意了。好，此事便交由你办。是。
赏。诺。赏。谢淑妃。坐下。此酥好似与往日我们吃的丹龙金乳酥不同，可有什么讲究？回淑妃，长公主关心雪溪吃不惯长安饮食，特意吩咐我弄一些她爱的故乡风味。此酥虽算不上名贵，却是雪溪儿时最喜欢的铺子做的，9种秘制香料调和，别有一番风味。果然是儿时的味道。淑妃，快尝尝。等等，淑妃，此酥加了官桂，与今日的药膳相克，不如改日再使。牡丹有心了。曹雷，曹雷，事事有毒，速速护驾！曹雷，曹雷，曹雷，此宴是蒋少卿所办，此酥亦是他所献。给我把蒋长阳拿下！禀淑妃，只有您面前的那盘金乳酥被下了毒，其余无碍。蒋少卿为圣人办事，向来稳妥。今日怎么出了这样的岔子？若是忙中失察也就罢了，淑妃可得好好彻查，小心有人生了别的心思。新庆宫一应采买皆由随之负责，一时照顾不到也是有的。金乳酥经手之人众多，谁都可以在途中动手脚。我信随之并不知情。淑妃说的是，那就将这些宫人带下去好好审一审，重刑之下，必有人说实话。禀淑妃，上菜前，奴婢曾在庖厨外看到蒋少卿对手中吩咐了几句，但距离甚远，说了什么，奴婢并未听清。蒋少卿同你说了什么？只是嘱咐奴好好看着金乳酥的蒸笼，别误了时辰。圣人的宴席，蒋少卿都未曾去庖厨，今日怎么这么上心呀？随之待雪溪亲后，又受长公主之托看顾饮食，对金乳酥上心，无可厚非。禀淑妃，这些金挺都藏于魏教手中的内剑枕中。我竟不知内奸的乐风这般的高，将这个内奸给我带下去，没有查到真相之前，不准死。是。少卿，你救救我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求求你来救救我吧！你救救我吧！救救我吧！父王之前不是一直想要拉拢蒋长阳，这次为何要将下毒之事嫁祸给他？本王也想知道，子叔如此安排，可是还有别的私心呢？巡奏商船附近出现了可疑之人，此人神出鬼没，始终未能探清他的身份。
据跟他的人来报，此人唯一进出过2次的地点是蒋长阳的万贯堂。万贯堂做生意向来不问来者，去了也不足为奇。大王大爷，不能有一丝疏漏。蒋长阳出事，此人若有行动，大王可以一箭双雕；若他与蒋长阳无关，大王亦可出面将蒋长阳救出，卖他一个人情。子叔，哎，就按子叔所言行事。我要任性。你不能见死不救，求你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这个小内奸都吓成这样了，蒋少卿无话可说吗？下官都不认识他，有何可说的？夫君每日皆可出入宫闱，若想杀人，可以选择在人少时动手，更可以安排手下买通内奸。为何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凶？又为何要亲自与内奸串通？淑妃睿智，此等拙劣的栽赃，定能识破。商户贱妾，也敢在贵人面前多嘴。蒋府中人还轮不到外人智慧。夫君若是真的想毒害淑妃，我身为少卿的姬妾，为何要道出药膳相克之事？又为何要阻止淑妃吃下这酥呢？牡丹说的没错，随之与圣人最为亲近，圣人爱重淑妃，更是疼爱老王，随之没有理由毒害淑妃。你不是喜欢金挺吗？只要你如实招出到底是谁设局陷害，我可以替你求情，饶你一命，并给你2倍的金挺。陆不知，我相信随之，此事就交给随之查清楚。蒋少卿尚未摆脱嫌疑，应交由大理寺查案，以示公允。也好，随之，你先回府，大理寺有任何问询，好好配合。淑妃，此案未查清之前，嫌疑之人怎可轻纵？否则皇家威仪何在？昨日圣人询问老王功课之时，正好讲到法不阿贵，神不挠屈。淑妃作为一宫之主，应当垂范亲子，莫让圣人失望啊！下官不介意去大理寺躺上2日，相信淑妃和圣人定能还我清白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去给我家郎君打一桶清水来！这牢房也太脏了，我要好好收拾一番，郎君才好安住。是。设宴在查刘畅走私之时，他曾上报，出了万贯堂，发现有人跟踪。宁王突然发难，怕是因此怀疑上了我。那是否有通知设宴静默一阵？这个与此地不配，换个别的。是。这榻啊，郎君，榻正在来的路上。若设宴彻底隐匿，刘畅查不到任何线索，反而会怀疑他与我出事有关。不如咱们将计就计。您看看，能不能
你能不能通融让我进一下？任何人不可探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呢，就进去待1炷香的时间，半炷也行。我与我夫君说几句话，待会儿就走。这个你拿着。说了不行就是不行。大理寺其中一件商贾喧哗，走走，再不走我就克死了。牡丹，雪溪，牡丹当真风雅，竟然想到送这个。牢房孤清，我想着为他添一抹生趣，还带了一些衣物，还有吃食。案子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内奸受了重刑，却还是一口咬定是随之让他下的毒。就没有其他的证人了吗？圣人和淑妃皆相信随之，此案定能水落石出，你不必太过担心。只是他难得住这样的地方，不知脸上该是何等嫌弃之色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刚刚说不让任何人进，我带你进去。长公主命我家娘子去给花鸟使送些吃食。是。带路吧。娘子请。走。陷害你的人你可知晓了？我在宫外行事方便，可以帮你去查。你无意间拦住淑妃，已经乱了旁人筹谋，下毒之人啊，必恨你多事，之后更不可再卷入其中。可你如今在这儿，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管？贵人那边我不方便插手，可是宫外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找到货郎。对方做局诬陷，定是准备万全，怎会让你查出纰漏？我自有破解之法。我出去前，你好好待在蒋府，不要露面，小心刘畅和县主。